解放军对台军事行动的第二天，再有重磅画面流出。最初是在台湾一艘货轮上拍到的图片，就是这张。虽然分辨率不高，但还是可以看出，较近的一艘为解放军的052C 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舷号150证明为我军东部战区海军的长春舰。远处那艘跟随的，尽管舷号无法看清，不过从其电塔般的桅杆设计来看，应该是一艘成功级巡防舰。据台媒报道，这个位置是在台湾岛西南一侧，也证实了解放军的长春舰已经跨越了台海中线向东行驶。两岸海军的主力军舰如此近距离的相伴而行，几十年来尚属首次，实在难得一见。但是单从这幅图还难以推断出长春舰距离台湾本岛海岸线的距离到底是多少。不过没过多久，更震撼的照片登场了。中国官方随后在当天公布了另一张更为清晰的图片，一名解放军海军官兵手持望远镜观察不远处的一艘台湾军舰，而且还生怕大家看不清是哪艘，又补了一张更清晰的照片，舷号也被曝光出来。935即为台湾济阳级巡防舰的4号舰兰阳舰。这艘舰真可以用老古董来形容，是美国原诺克斯级巡防舰赫韦斯号，1971年服役，1994年卖给了台湾，算舰龄已达51年。解放军的随舰摄影官也很不给面子的将其锈迹斑斑的舰体呈现出来。这个老家伙竟然还能用，也算个奇迹。但是真的还能打仗吗？不过兰阳舰并不是这幅图所要表达的重点，它后面的海岸线才是关键。可以看出，我方的军舰距离台湾本岛已经近在咫尺。岛上的中间有一处凹地，两侧山脉的轮廓也很明显。最重要的是，中间一个白色的烟囱也清晰可见。那么这是哪里呢？935兰阳舰所属的168舰队被部署在苏澳军港。既然是它被派出来，推测这张照片所拍到的沿岸大概率是在台湾东部。而在台湾东部沿海位置存在这样的白色圆柱状杆子的建筑也有几个，比如位于北回归线位置的静浦北回归线界标就是白色圆柱状，这边也是赴花东旅游的一处景点。还有就是位于花莲县秀林乡的和平火力电厂，这个电厂在沿海不远处树立了一个巨大的烟囱，头部红白相间，下方呈浅黄色。那么到底是这两处在哪里呢？由于这幅图的分辨率还不足以辨明到底是界碑还是烟囱，所以只能依靠背景的山峦形状加以佐证。我们来到谷歌地图，从青浦北回归线界标的外海望向界标是这个样子，而从河边发电厂外海望向烟囱则是这个样子。再仔细比较官方公布的图片来看，与和平电厂后方的山体结构更为接近，所以推测图片所拍摄的位置应该为花莲和平电厂的外海。那么这个距离大致是多少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和平发电厂烟囱的高度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为250米，而在图片中的长度约为 0.65 厘米，而兰阳舰的长度经过查询为134米，图中测量长度为 7.43 厘米。再来就是近处的这位解放军官兵，这个就只能粗估了。首先身高我们按照平均1.75米来计算，再根据人体的黄金分割比例，也就是肚脐到脚底的距离除以头顶到脚底的距离，约为 0.618 测算。这名解放军官兵的上半身长度约为 0.6685 米，也就是 66.85 厘米，而在图中的测量值为 12.83 厘米。当然光有这些数据还不够，因为最关键的还需要知道现场的某段实际距离是多少，比如兰阳舰距离海岸线的距离，或者海面上的两舰之间的距离。这个双方都没有给出具体数据，所以只能参考了。根据刚才提到的位于台岛西南海域长春舰和成功级巡防舰对峙时，台媒宣称两舰相距不到1000米来看，我们也如法炮制，将台湾东岸的这两艘军舰的距离也粗估为1000米的话，那么最终计算出解放军的军舰距离和平电厂烟囱的距离约为 21.33 公里，而12海里换算成公里则为 22.22 公里。换句话说，在台湾岛东侧，解放军的军舰已经驶入了台湾所谓12海里领海以内了。当然以上诸多参数都是粗估而来，未必精准，不过无论是否开进了12海里以内，这里都已经进入到了24海里毗连区内了。换句话说，我方军舰距离台湾本岛已经非常近了。解放军的军舰已经近在咫尺，台湾方面自然是要反击的，不过并不是通过军舰驱离、相撞甚至开火，而是通过网友的嘴炮。中国官方此图一出，台媒立刻指出此图是 P 的，而证据竟然来自一名网友的 Facebook 贴文。我查到这名网友是台湾东部旅游业者，主营赏鲸业务，军事行动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据称他把此图给当地渔民船长看过后，船长们都笑了，说他们出海时并没有看到解放军的军舰，除非是台隐形船。进而他得出结论说，解放军根本没有来，
这幅图是 P 的。台媒也见猎心喜，纷纷转发，但仅凭他的一家之言就断定图片是假的，进而否定解放军的军舰抵达过台湾东部海域，这的确略显勉强。他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过是他自述的所谓船长说。不过还没等到我出手，台湾的防卫部门就主动跳出来打了他的脸。这是台湾防卫部门今天出的一张图，说海军敌化舰于台湾东部海域监控解放军的军舰，而且还特意表明图片中出现的的确是解放军的军舰，而不是 P 图。这图的意思自然是想凸显台湾海军并没有认怂，而是在一直跟监解放军的船舰。但这不也就证明了我方军舰的确出现在了台湾东部海域吗？那个说是 P 图的赏金业者，不是出海时眼神不好，就是整个他的这个故事就是假的。而台防卫部门的这个梗图凸显了台军严密监控没有错，但图中这人既没有肩章也没有臂章，反而帽子套头，却是一副海盗的模样。而下面的配字竟然还把第一时间广播警告写成了第一时间广播告警。你是广播坏了还是船坏了？怎么还频频告警呢？难道是在向解放军求救吗？这小编不知道是小学几年级毕业的。除了海军之外，空军的行动也带来了附加战略效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歼16苏30 MKK 机群已经抵达台湾北部沿岸及中央山脉的目视距离范围之内了。如图可以清晰看到下方的海岸线和远处的山脉，这可以说已经基本到了人家的眼皮子底下了，一拐头几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台北上空。不过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任何一架台湾军机进行伴飞，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台湾的 F-16、幻影2000和 IDF 都去哪儿了呢？难道是为了避免非战斗性减员而做的权宜之计吗？不过相比于空军的认怂，台湾陆军终于有了表现。昨天夜里，台湾自东引岛上进行炮击演习，各种火炮伴随照明弹响彻云霄，格外震撼。不过没成想，熄火后仅5分钟就引来了大面积的山火，这是岛上官兵演习之后疲于奔命的灭火画面。打炮几分钟，灭火2小时，也辛苦了岛上的陆军官兵了。当然，如果是在操演焦土作战，则另当别论了，希望不要用在台湾本岛上。好，经过2天的军事行动，解放军表现了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而台湾方面所谓抗中保台的意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来。听说演习又延长了1天，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作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更加坚定。我们就是接到上家的命令，就是接到之后，然后我们会指示给连长，然后连长就是会指派我们，然后下达，连长自己下达任务给各火炮的炮长，然后请炮长瞄准哪一个方向。连长